这次我带了一台中画幅的相机，就是富士的 GFX 100RF 这台相机去香港做测试。当你们今天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应该是富士已经发布这台机了。不过我在1个月前就已经拿到这台相机，然后我就带这台相机到香港去做测试，然后希望说能够拍一些照片跟视频给大家看。我这次不在马来西亚做测试，是因为我想转换一个地方寻找灵感。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景点，有很多地方我都测试过相机了，所以对我自己来讲，希望说有一个新鲜感，然后又有一个新的灵感的话，我就这次选择到香港去做测试。因为我本身是很喜欢香港这个城市，觉得呢这台GFX 100RF 中画幅的相机呢是蛮适合的，因为它拍香港的一些景点，尤其是一些人文的题材这种照片的话，我觉得香港是相当的适合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跟大家讲解一下这台全新的 GFX 100RF 是一台怎么样的相机。其实呢，富士在去年它推出那台 GFX 100S Mark II 那台相机的规格，其实就是把它放在这台 100RF 里面，它的造型呢是跟 X100 的系列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只是说它的外形呢是比较大了一点，比较高也比较厚，它里面的传感器就换成一片1亿像素的中画幅的传感器。它的体积还保持在735克左右，在富士的中画幅的相机里面，这台相机是相当的轻。这个还包括一颗定焦镜头，大概是35mm f4 的规格。如果换算成全画幅的话，这个镜头呢大概是28mm 的焦段左右。这台机特别的地方，然后又能够保持这么轻呢，是因为这次富士尝试用不同的材质来制造这台中画幅的相机。它机身的顶部跟底部，还有镜头的一些对焦环，还有它的转盘，还有一些按钮，都使用铝合金 Aluminium 来制造的，所以无形中这台机就轻了很多。这台 GFX 100RF 呢，它后面的翻转屏幕跟那个 X100 系列的操作是差不多一样的，可以上下翻转，就不能向外翻转。不过它的取景器呢，这次是用了576万点的电子取景器，然后它的放大倍率又是0.84倍，所以整体看起来呢，它的取景器的清晰度是相当的高。这台相机它也有麦克风的接口，然后就是耳机的接口，还有一个 USB-C， 然后一个 Micro HDMI。这台相机它就使用2个 UHS-2 的 SD 卡，然后它的电池是使用富士那颗 W235 的电池，我觉得这个电池呢是不错啦，它续航力是算是富士里面的电池里面是算是最好的了。所以这台相机呢，假如说你出门的话，你可能带多2颗、3颗，一般的拍摄、照片、视频都是很足够的了。
虽然说这台相机是定焦镜头35mm，不过这台机呢，在它机身的前面有一个摇杆，你就可以做一个电子的变焦，可以变焦到45mm、63mm 或者是80mm 的焦段。所以说换算成全画幅的话，大概是可以变焦到35mm、50mm以及最远是63mm。不过呢，它的像素就相对的减少。我是觉得像这样的相机整体看起来是比较轻，定焦镜头，然后在需要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做一些变焦到最远63mm 的焦段，是蛮不错的。富士这次在机身背面新增了一个全新的拨盘，可用于调整多种照片格式，包括4:3、3:2、65.24、1.1多种选择。JPEG 照片会直接按照所选格式输出，而导入 Lightroom 软体后 ，RAW 档案也会以预先选择的格式呈现，但仍可还原为原始的4:3格式。这个拨盘在构图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这台相机它还有一个功能，就是它有内建4级的 ND Filter， 这个功能跟 X100 系列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。对了，这台相机呢，除了拍照方面，它也是一台可以拍摄 4K 30帧的视频，10比特，最高可以拍摄720Mbps 的一台相机。这个视频你就可以看得到，除了一些照片之外，其他的视频都是使用这台相机所拍摄的。这台机就是有一个可以说是缺点吧，它就是没有内建机身防抖。完全就没有。如果在拍摄视频方面呢，你就需要用它的电子机身防抖。那么这台相机就有大概是 1.32 倍的裁切，原本是一颗 35mm 定焦镜头的话，它的焦段大概是要超过40mm 左右了。这台相机的价格，我相信今天的发布会就已经宣布了。当我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大概它会卖多少钱。我是希望说它大概是会卖马币2万块左右吧，大概是美金5000到6000左右，希望是这样的价格，或者是更低。如果是再高的话，我相信很多人都会选择其他的相机吧。根据富士提供的资料 ，GFX 100RF 将附赠转接环和滤镜。安装滤镜后，相机的仿真仿贴性能得到提升。富士还提供了镜头遮光罩，这些配件在过去的 X100 系列相机上需要额外购买，但这次则直接随机附赠。好，整体看起来呢，这台相机我是很喜欢。我有可能会买这台相机，不过要先看它的价格大概是多少钱。因为我觉得这台中画幅的相机呢，虽然说是定焦镜头，不过它可以电子变焦，这个就很方便了。再加上它的1亿像素的传感器，虽然它能够变焦到63mm， 我还是觉得它的像素还是足够的。然后再加上它的体积很小又轻便，重量值在750克左右。像这样的规格呢，这样的组合呢，我是很喜欢。因为出门的时候，我只要带这台中画幅的相机，可能再加一台小的那种运动相机的话，我几乎在拍照跟拍视频那一方面就已经可以满足我的需求了。我都是以人文这种街拍摄影的风格，我觉得这台中画幅的相机呢是很适合我。虽然这次短暂的在香港使用的这台相机，不过整体上呢，操作手感，我觉得这台相机是一台很高质感，握在手上呢，你会感觉它的扎实感，很 premium 的一台相机就对了，就是这一点很吸引。希望说价格不高，我就会入手这台 GFX 的 100RF 相机。